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2024年4月3日早晨，台湾发生瑞士规模 7.2 的强震，震央所在的东部是重灾区，其余各地也剧烈摇晃，也带来死伤灾情。这是自921大地震后25年来台湾最大规模的地震。台湾地震频繁，每年地震总数多达3万次。本期影片将探究《地震火环带上的台湾》这本书，加上官方资料与专家说法，探讨台湾如何防御地震威胁，而生活在这里究竟是否安全。自1994到2021年，台湾平均每天发生约100次地震，其中多数属于无感地震。不过换算下来，每年也有超过3万次地震。为何台湾地震如此频繁？与这座岛屿的地理位置以及地质形态有关。放眼世界各大板块，最常发生地震的区域被称为火环带。整个火环带从南美洲西岸往北延伸到北美西侧，再沿着日本东岸往南一直到南半球，总长度长达4万公里。火环带周边坐落着全球超过75%的火山，将近90%的地震都发生在这条带状区域，而台湾便位于火环带的附近。与此同时，台湾周边板块活动频繁，衍生出3大地震带，分别位于东北部、东部与西部。其中东部地震带的活动频率最高，西部频率虽然相对较低，但因为人口特别密集，一旦发生大地震，后果往往不堪设想。来自中央大学的台湾地震模型团队2015年曾对台湾地震风险与几率进行评估，结果显示，在未来50年内，台湾有 99% 的几率会发生规模 6.5 以上的强震。至于规模超过7的超级强震，也有过半数的 54% 几率会出现。不过幸好，如果与311东日本大地震相比，台湾发生同等规模强震的几率较低。资料显示，东日本大地震的震级规模高达 9.0， 而地震规模与断层破裂的长度成正比。像日本，断层长度可达到500公里，而台湾东部最长的花宫纵谷断层长度就120公里，西部最长的车龙埔断层也只有100公里，是日本断层长度的1/5。然而，虽然台湾发生超大地震的几率不高，但这里在100年前也曾有过规模8的强震，而且高度的都市化发展更让灾难规模不断放大。以人口密集的大台北盆地来说，这周边有一条三角断层，一路从北海岸的金山切穿台北市北投，延伸到新北的泰山树林。按照台湾官方给出的资料，如果三角断层南段发生规模 6.6 的地震，将为桃园龟山一带、新北市南部区域以及大半个台北市精华地区带来严重致灾的7级震度，其余周边城市也都将受创。预估整体的伤亡人数将超过万人，并将导致将近2万栋建筑物毁损。综合考量到桥梁与水电管线的损害，影响规模广达100万家户。虽然这份报告给出沉重的预测，不过地震后的灾难程度，除了释放的能量以外，还取决其他因素。2010年，海地发生震级规模 7.0 的地震，造成31万人死亡，但同年智利爆发规模 8.8 的大地震，死亡人数却只有500多人。两者的巨大差异，除了临近震央的人口密度之外，还涉及事前的防灾准备。因此，下一个要看的部分就是台湾的灾防体系。台湾每年编列250亿到420亿元用于灾害防救预算，这笔预算的范围非常广，从地震、水灾到生物病原灾害都涵盖在内。讨论到防灾体系的实际运作方式，我们可以先从政府的分工说起。一般来说，台湾上到中央，下到地方政府都设有灾防汇报。中央层级每半年开会一次，主要负责灾防方针与应变措施；地方则设立防灾办公室，负责分析灾害前事与防救科技研发，并在灾难发生时主理第一线的救灾行动，并进行灾后重建复原工作。第二个面向是减灾策略，比如说震灾前的防控，便由内政部与国科会合作，挑出地震发生几率较高的地区，逐年进行情境模拟与灾损预测。与此同时，当局也针对建物、水电与交通设施订定监控与补强策略，并制定灾民收容的对策。这整套体系纵贯中央与地方，横跨多个行政部门，但要提升减灾成效，灾防技术恐怕才是关键。而台湾在地震研究确实颇有成果，这一切源自上世纪的严重震灾。时间拉回1986年，台湾花莲东方海域发生瑞士规模 6.8 的强震，就连最繁华的双北都受到波及，甚至有大楼因此倾斜。而台湾当局便意识到，如果能及时发布预警，便可加快各地应变的速度。
因此气象局当时投入5亿元经费，开发出地震预警系统。到了1999年，在9月21日当天，台湾中部发生瑞士规模 7.3 的强震，震央所在的南投县震度达到7级。这场地震夺走超过2400条生命，不仅民宅倒了一片，许多学校、医院与水电管线也严重受损。然而，此前开发出来的预警系统发挥作用，在短短的102秒内，将地震资料传送给各地的防灾单位。虽然对灾民来说，他们未必能及时逃生，但仍为救灾行动争取到时间。如此惊人的速度，当时还吸引美国与日本的专家来台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在1994年发生的南加州地震，地震资料的发布时间长达30分钟。1995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，首相甚至是在自家看到电视新闻后才得知有灾难发生。时间来到本世纪，2003年宜兰外海的龟山岛被监测到火山活动，专家研判可能引发地震与海啸。当时气象局就开始研议开发海底监测系统。隔年的印度洋发生南亚海啸，加快计划的推进速度。台湾政府开始在宜兰外海铺设电缆，并装设地震仪与海啸计，借此将讯号及时传回陆上计算中心。这项建设能提高台湾东部的地震预警能力，多争取10到20秒的应变时间，并加强近海海啸预警功能。不过碍于经费与铺设难度等问题，当前整套设施尚未建设完成。整体来看，台湾地震预警技术发展得相当早，成效也受到国际肯定，像在纽西兰跟印度都建有台湾地震预警系统的示范站点。看到这里，相信有朋友好奇，为何做了这么多，地震预警有时仍不够准确？对于这点，气象局给出的解释，假如震源深度太大或位于外海，都可能影响预警的成效，而现有模式运算公式不足，也会造成误报或延迟。虽然还有精进的空间，但整套技术未来肯定会日益成熟，这是乐观的部分。然而台湾在防震上却仍存在一大弱点。我们前面提到的921大地震，除了造成严重伤亡，更有多达10万栋房屋半倒或是全倒。当局也因此大幅拉高建筑物的耐震规定，但也是代表在修法前建成的老屋有耐震力不足的疑虑。而在台湾，屋龄超过30年的老宅占总体比例高达50%，其中平均屋龄最老的县市依序是云林的39年、嘉义县的38年，以及南投县的37年。而排名第4的台北市，共有70%的住宅屋龄都超过30岁。换句话说，从2023年往回推，台湾至少有一半的住宅完工时间都在耐震规范实施之前。一旦发生更大规模的强震，造成的后果恐怕难以想象。对此，台湾当局也展开了动作，不仅在各地推动都更，并在2019到2021年编列54亿元的预算，针对全台危老建物进行耐震评估与补强重建。然而，台湾老宅体量太过庞大，且产权多半相当复杂，加上背后的成本与利益考量，要全面推动房屋新陈代谢，恐怕还要很长一段时间。总结来说，台湾在防震体系与技术之上，虽然称不上完美，但也发展得相当成熟。真正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问题，还是在过劳的住宅本身。当然，我们也期望接下来的日子都没有强震发生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君贴图，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。期待你的加入，拜拜。